美国将军扬言要用核武器来阻止两岸统一，中国的核威慑力量应该怎么用？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的提名人安东尼·科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同意核武器可能有助于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攻击。科顿说，归根结底，俄罗斯和中国都明白，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有弹性的核力量，可以为我们自己提供威慑能力，并向我们的敌人实施威慑。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相结合使用，可以携手威慑中国。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科顿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如果中国军队进入台湾海峡，北京将意识到美国的核能力，中国大陆可能不会升级对台湾的攻击，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其核防御战略，以应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实力。这位美国将军的言论很可能会使美国陷入三方核竞争。要注意，他是美国将军首次表示要利用核威慑力阻止中国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科顿的言论表明，美国可能会继续推动2018年开始的低当量核弹计划，也就是美国有可能会利用其拥有低当量核弹的优势来威慑中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还看不到美国政府层面在台海问题上提出使用核武器威慑中国的情况，因为安东尼·科顿目前在参院提名环节，更需要释放一些强硬态度来获得美国两党议员的支持。但是这件事也给中国提了个醒，美国有核武器优势，因此它有可能在对华综合威慑计划中使用这一力量。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之后，美国因为解放军进行的锁台演训活动，就借口推迟了核战略导弹发射演习。你把美国的这种玩法可以理解为想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也可以理解为故意碰瓷，对中国进行核战略威慑。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俄罗斯就是因为在开战之初不断进行核战略力量的秀肌肉，对阻止美国和北约国家的亲自下场干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当时故意起飞了末日飞机，让核潜艇进行战备值班等等，甚至俄政府高层故意谈及不会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中国的核战略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中国针对周边局势进行核战备演习，也不会故意在敏感的时间点拿核战略武器的演训活动说事儿，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是如果美国人想借此就使用核威慑来吓唬中国，那么恐怕就打错了算盘。核武器原本是一种不能够真正使用的武器，但是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或许我们该秀肌肉时就得秀，否则就会被美国看成是有机可乘。中国完全有权利像俄罗斯一样，通过高调的核战略演习来展示我们的核战略力量。面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也可以举行战略级别的演习。这样的演习可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域外势力对华核威慑的。美国现在保有大量的核武器，已经变成了军事科技发展的负担了。中国不可能走这条路。核武器不是越多越好，但是核运载工具可是越先进越好。我们还可以多进行军民两用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和亚轨道技术的试验和发展，让美国明白中国在核运载工具技术上的优势。所以中国应对美国的核炸，最好的办法还是在军民两用的太空突防技术领域多秀肌肉。此外，我们还要明确指出，如果某些域外国家胆敢对中国使用战术核武器或者是低当量核武器，那么对不起，我们的核战略不是逐步升级的战略。不管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核武器来对付我们，那么我们必然会进行核反击，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核反击实力。现在已经到了让白宫和五角大楼保持头脑冷静的时候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